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 Just Debut 全球总决赛上，来自中国重庆的13岁少年李永秋用一套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身法的霹雳舞，击败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舞者，一举夺得本届赛事少儿组全球总冠军。要知道，这个冠军已经被日韩选手垄断了10几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街舞圈被一个13岁的重庆少年刷屏了。在刚刚落幕的 Just Debut 全球总决赛上，来自重庆两江新区南华中学的李永秋，凭着一套融入中国传统武术的霹雳舞，击败了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舞者，一举拿下少儿组全球总冠军。可能有人不知道 Just Debut 的分量，但懂街舞的人都清楚，这赛事就是街舞圈的天花板，被称为街舞世界杯，能站上这个舞台的都是各个国家的顶尖高手，更别说拿冠军，含金量直接拉满。说实话，他能夺冠最让人眼前一亮的不是那些高难度的地板动作，而是他把中国武术和街舞揉到了一起。这操作在全球顶尖赛场上真不多见。别人跳霹雳舞拼的就是力量和技巧，动作再花哨也跳不出什么新鲜花样。李永秋不一样，他直接把醉拳、太极拳的身法，还有黄飞鸿无影脚的精髓全融进了霹雳舞里。决赛那天，他身着红衣登场，一上来就不一样。别人的地板动作都是硬邦邦的发力，他却带着醉拳的那种晃悠悠的劲儿，看着像喝醉了一样。下一秒突然一个托马斯拳旋，又快又稳，反差感直接拉满。台下的法国观众哪见过这阵仗，有站起来欢呼的，有捂脸惊讶的，还有人在那儿乱喊，估计是被中国功夫版街舞惊到了。他的动作衔接特别丝滑，醉拳的扭腰，太极拳的沉肩，跟直升机旋转、风车旋转这些霹雳舞高难度技巧配合的毫无违和感，每一个节拍都踩得刚刚好，没有一点拖沓。评委们看得频频点头，最后直接给出高分，全场观众更是集体站起来欢呼。说起来也挺有意思，李永秋这次去巴黎参赛，初衷根本不是拿冠军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去观摩学习。教练团队也只是想让他见见世面，接触一下全球顶尖高手。最初的目标仅仅是能进入下一轮，甚至有人翻出去年他亚青赛的采访，那时候他还不好意思地说，教练让他进64强就行，没想到这次直接冲到了决赛，还拿了冠军。很多人看完比赛都觉得李永秋是天赋异禀，天生就适合跳街舞，甚至有人说他是老天爷赏饭吃。但只有熟悉他的人知道，这份冠军荣耀从来不是靠天赋，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背后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所谓的天赋，不过是他比别人多练了千百遍。李永秋第一次接触街舞是在8岁那年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霹雳舞，觉得特别帅，就萌生了学习的想法。好在父母特别支持他，于是他走进了舞蹈教室，从此舞房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家。和很多3分钟热度的孩子不一样，李永秋对街舞的热爱从来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执着。他的自律远超同龄孩子，每天放学后，别人都忙着玩耍、写作业，他却准时出现在舞房，一练就是2个小时以上。到了周末，更是全天泡在舞房里，一周至少训练5到6天，从来没有喊过累，说过放弃。街舞的训练本身就很枯燥，很多动作需要反复练习上百遍、上千遍，才能达到流畅的效果。李永秋却乐在其中，每一个动作都翻来覆去的打磨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而最费功夫的还是把中国武术融入街舞的过程。这个创意不是李永秋自己瞎琢磨的，是教练团队的指导。他自己也觉得中国武术特别酷，于是教练团队特意请了一位中国武术老师，专门教他武术。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练习武术基本功，扎马步练身法，一点都不偷懒，还主动翻看李小龙、黄飞鸿的影像资料，琢磨武术动作的精髓，再一点点尝试着把这些动作和霹雳舞的技巧结合起来。
教练雷凯说，李永秋身上最难得的就是敢和自己死磕的劲儿。很多孩子练大地板动作怕摔怕受伤，一旦动作卡壳就不敢再往下练，但李永秋不一样，越难的动作他越要啃下来，不练会绝不罢休。有一次他练单手转练了很久都没有突破，换做别人可能早就放弃了，但李永秋没有。他主动让教练把自己的动作录下来，拆解成片段，一遍一遍的看，一遍一遍的琢磨，就连休息的时候坐在场边，手还在地上比划发力动作，嘴里还念叨着发力的技巧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站起来对教练说，教练，我想通了，是发力方式不对。就是这份钻劲儿让他最终突破了这个难关，把这个高难度动作练得炉火纯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便拿到了世界冠军，李永秋也没有骄傲自满，反而保持着难得的谦逊和清醒。他说，这次比赛他看到了很多多元化的舞者，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需要追赶的方向，未来希望能和更多国内外的选手交流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舞技。在李永秋在巴黎惊艳全场的同时，另一个12岁的河南小姑娘也凭着一身中国功夫在海外彻底火了。她就是来自安阳汤阴岳飞故里的张思璇，凭着1分钟69个头顶翻，1分钟11组凳子上一字马，连创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。相关节目登上意大利电视台后，直接惊艳了整个海外，意大利观众的惊呼声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，一个半大点的小姑娘居然能让海外观众集体震撼。要知道，意大利人向来对各类技艺都很挑剔，能让他们由衷赞叹，可见张思璇的功夫是真的硬气。先说说她创下的这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，1分钟69个头顶翻，换算下来不到1秒钟就要完成一个，而且每个动作都要标准，不能敷衍，稍微慢一点，动作不到位就不算数。更绝的是，凳子上一字马1分钟11组，要知道普通成年人在平地上做一组一字马都费劲，他还要在凳子上完成，既要保持平衡，还要快速切换动作，难度直接翻倍。这些高难度动作被拍成节目，在意大利电视台播出后，现场观众直接看懵了。有意大利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，语气里满是不敢置信，中国功夫真的这么狠？这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？还有人调侃自己12岁的时候还在围着操场跑圈，连劈叉都做不标准，而这个中国小姑娘已经能创下世界纪录，差距实在太大。不止普通观众，就连意大利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节目播出时都忍不住惊呼，反复强调这是12岁的孩子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一时间，中国功夫厉害的赞叹在意大利街头巷尾传开，不少海外网友特意去搜张思璇的训练视频，看完之后更是被圈粉。有人说，原来中国功夫不只是电影里演的那样，现实中比电影还震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思璇这份经验背后没有什么天生的天赋，全是实打实的汗水。张思璇5岁那年，在父母的支持下进入汤阴精中武术学校习武，从此就和练功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别的孩子放学回家，要么看电视，要么玩电子产品，他却每天雷打不动训练6小时，清晨练基础动作，傍晚练专项技巧，就连周末和节假日也不回家，一直泡在武校训练。武校校长赵振武提起他，满是赞叹，说这孩子特别坚强，训练时从来没哭过，也不含苦含泪，就算偶尔想家，就算训练中磕磕碰碰，也只是揉一揉伤口，继续接着练。这份韧劲比很多成年人都要强，毕竟每天6小时的高强度训练，别说一个孩子，就算是大人坚持几天也会觉得疲惫，而张思璇一练就是7年。他的训练日常没有什么捷径可走，就是反复练习，一个动作练不好就练上百遍上千遍，直到熟练掌握为止。头顶翻练到头晕目眩，就休息几分钟，缓过来继续练。凳子上一字马练到腿麻，就揉一揉，再接着坚持，从来没有因为困难就放弃过。也正是这份坚持，让他在9岁那年就拿下了世界少林功夫之星的第1名。那时候的他就已经在武术圈小有名气。之后的几年，他没有骄傲，反而更加刻苦，多次参加全国岳家拳赛事，拿下多个1等奖，还经常亮相各类文旅推介活动，把岳家拳和中国功夫带到了更多地方。可能有人会问，
这么小的孩子每天练这么苦，图什么？张思璇的回答很简单，他喜欢武术，觉得武术能让自己变得更坚强、更自信，而且他还有一个朴实的梦想，就是成为一名武术教练，把岳家拳和中国功夫传承下去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